你可能已经戒掉了奶茶和炸鸡，但是真正影响你健康的还在厨房里。我们经常说病从口入，可是我们关注的仅仅是垃圾食品啦、高糖饮食啦、食品添加剂啦等等的，但是我们很少人真正去到自己家的厨房里面，把瓶瓶罐罐的东西拿起来看一看，里面到底是什么。其实有很多厨房里面的调味料啊，是应该引起我们高度关注的。我们来聊一聊这个题目。最核心的问题啊，就是这些被忽视的调料，它到底有害在哪里？我们来看一看核心的问题在哪里。第一，大多数的调味料里面钠的含量都很高。如果我们摄入过多的盐，摄入过多的味精，叠加在一起的话，我们就摄入了过多的钠。而调味料呢，它这些东西放的都比较多。为什么放比较多？因为它要让我们变得更可口，希望我们越吃越多，这是生意的本质啊。所以呢，钠是第一个对我们健康带来潜在危害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了。另外，第二个核心的问题是什么？隐藏的糖啊，比方说以前传统的番茄酱，它放很多盐，高钠的，然后呢，它放很多柠檬酸，酸度很高的，然后再放很多的糖进去，让它的口感变得比较平衡，这是属于重口味的调味料了。那它里面又是高钠，又是高糖，你去看鸡精啦，你去看番茄酱啦，其实它糖的含量很高很高的。那么如果你再去看蚝油啦、老抽啦、酱油啦、烧烤酱啦，这些各种各样的调味料里面，糖都放的相当的多。所以这种隐藏的糖分跟隐藏的钠叠加在一起以后，对我们身体健康的危害是很明显，是很清晰的哈。另外还有一个就是比较不透明的添加剂了，绝大多数的他们用的确实是核准的、批准的添加剂。但是添加剂的用量，人家是有详细的讨论的。为什么我用讨论两个字，我不用规定这两个字？因为你吃了多少，我吃了多少，不是任何人可以控制的。吃多少是我们自己控制的，而我们作为一般的消费者来说，我们对这件事情的判断能力有限啊。所以各种各样的添加剂，我们不知不觉摄入过量了，我们自己并不知道。而那些添加剂有很多化学合成的、化学参与的，如果不断的叠加在一起，我们摄入了太多的话，它当然对我们的健康会有危害。第四个核心问题呢是油脂，调味料里面用到的油脂呢，要不然就是反式脂肪的存在，要不然呢用的就是我们所谓的对我们不健康的油脂。反式脂肪对我们健康的危害已经不需要再多说了。对我们不健康的油脂，我指的是即使商家用的是良心油脂，即使是所谓好的食用油，它们依然是多元不饱和脂肪酸的种子油去精炼出来的。这些精炼的植物油，其实我们吃多了以后，对我们的健康并不是特别的友好。食品加工业为了延长保质期，它会添加一部分氢化植物油，或者是高温反复煎炸提香的这些油脂。这些油脂里面反复脂肪、促盐的，增加动脉硬化的风险的，是心脑血管的重要的敌人啊。所以这四个核心的问题是我们厨房里面调味料里面的核心问题。刚刚我们解释了核心的问题以后，我们来讨论为什么高钠高糖的调味料对健康有害。高钠损害血管呢？钠摄入过量了以后，会让我们血管里面血容量增加，长期让血管处于压力比较高的状态，显著增加心脑血管疾病的风险啊。第二个，高糖呢，长期的高糖会促进的胰岛素抵抗啊。调料里面的糖分比较不容易被引起关注，很容易就被忽略了。可是长期的隐藏糖摄入同样也会增加血糖的波动，会促进脂肪的合成的。时间久了以后，它对于促进我们身体胰岛素抵抗是有帮助，是有贡献的。第三个，炎症跟氧化压力了。反式脂肪跟我们所谓劣质的油脂啊，会让我们血管的内皮细胞受损的，促进慢性炎症，形成心脑血管疾病的温床的。所以这一些调味料长期的大量使用是值得关注的。那我们在家里面厨房里面做菜，我们要怎么样做才能够得到更健康的结果呢？第一，当然是减少高钠调味料的依赖，尽量正确的掌握用量。你们要知道，尤其是混合调味料啊，它口味很重的，它加的这些材料很多的，你口味越重，你会觉得食物越美味啊。可是你食物越美味的话，你对你的味蕾啊，其实是一种欺骗啊。吃习惯了以后，胃口不重，你觉得东西不好吃了。所以要养成一个习惯的，就是减少这种调味料的使用量。各种的调味料，我们都应该对用量有所控制的。第二个呢，其实我们可以自己做酱料的。你想要蚝油的这种鲜味，你可以用一些蘑菇粉、菌菇粉，加一点点真正酿造出来的酱油，
然后用一点点的淀粉去调制，这个低钠低糖呢，而且呢还很鲜美啊，你可以自己做的。你可以用天然的香料，比方说姜啊、蒜啊、葱啊、黑胡椒啦、辣椒啦，还有一些天然的草本类的香料去提鲜，去增加它的香味。而且它们还可以对我们慢性炎症会有帮助的。你可以选择配料表比较单一的产品，比方说纯酱油，纯粹酿造的酱油，它里面没有加什么东西的，纯香油，真真正正芝麻压榨出来的纯香油，尽量避免用这种复合的调味料，你可以减少很多风险的。如果你必须要用综合调味料的话，那你真的你要留意配料表了，配料表越简单越好。如果配料表啊前2名是盐跟糖，你就要小心了，因为配料表啊排在越前面的是用量越大的，排在越后面的用量越少。所以如果糖跟盐排在最前面2位的话，聪明的你应该知道该怎么办了。